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的内容是讲上一个影片玩家社群反馈的下半部。上半部的部分呢，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建议先去看了之后才知道我下半部讲什么东西，也可以一次性看得完他们有什么改动啊，有些移除的地方。更新等等。首先我们从那边开始 HK 就是 Home Kingdom， 就是自己原本出生的王国，还有 KVK 之前的体验优化。他这里就希望说可以在王国里面生效水晶科技的 KVK 提升。这里就讲到水晶科技应该持续到下一个 KVK 之前，所有玩家都会从中受益。你可以利用额外的部队获取更多的资源，这边说的额外部队就是第6个部队或者是第7个部队也可以派出去采集之类的，也可以利用 KVK 的科技来清理自己的战力，因为有一些王国他们可能要压低战力之类的。那这边策划的回答，很抱歉他们没有打算要延长水晶科技的时间计划，因为它只是一个赛季的功能而已，就是说如果那个 KVK 结束之后就会失效，但是他们理解玩家想要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并在未来的改进会修改 KVK 前置的一些阶段，但是他们考虑的方案呢，可能跟这个玩家所反馈的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目前设计方向如下： KVK 结束之后会开放一个新的商店，玩家可以在里面购买增益效果，这些增益效果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面限时使用，持续时间取决于玩家在 KVK 中的表现。不过详细的公告你们还是需要看未来的更新公告了，但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是要花钱什么之类的，就是玩家可能不太认可。我是觉得说，假设说他这个商店呢是根据我们上一次 KVK 的表现呢，就比方说如果你击杀比较多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数据，或者是拿到比较多的积分之类的，去商店那边兑换的话，其实是还可以接受的。不过看到这边的情况，大多数玩家还是不同意啦很多玩家讲是小丑，其实更多的玩家是希望就是说他这个水晶科技购买了之后可以永久性的使用，而不是只是使用一个赛季而已，然后就直接被清除掉。毕竟我们水晶科技都是花真金白银去购买的，怎么可能只能用一个赛季而已呢？而且那个开销也不小，所以一想到水晶科技的问题啊，只要不是官方要移除或者是减少玩家的开销之类不啦不啦不啦，玩家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是否决的，都是拒绝，都是觉得说不好的只要不移除的话。下一个反馈是关于水晶矿的，在 KVK 战斗期间他专注在战斗，除了治疗部队之外很少会看他自己的城市。那一般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当你的城市里面的那些资源点满了之后，它就会变成米黄色，就是提示玩家要去收集资源了。那能不能也可以把水晶矿的颜色也变成米色，就是让玩家知道哦，我们的水晶矿场它生产的水晶已经满了，不能再生产了，或者是已经空了。在战斗结束的时候，水晶矿有时候是5个小时之后就会满，但有时候战斗时间更长就会忘记去查看。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是可以改进我们的游戏体验。那这里策划的回答，他们已经制定了这个相关的改动，并且计划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实现这个功能，具体发布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请参考后续的更新说明。确实像这个玩家所讲的，它改动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是会有一些影响。再来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是关于加速的部分，就是讲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按钮就自动帮我们使用加速，不需要一个一个去点，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水晶科技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讲过了。那时候我玩莉莉丝的另外一款游戏，那个游戏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按钮，自动帮你就使用了其他的加速，去帮你们训练啊、治疗啊、建造之类等等的。那其实我看到有一些新的王国也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这边策划回答他们正在进行调整，具体的实施方案依然还在讨论当中，请关注后续的更新公告。这个东西需要讨论吗？他们不是很久就已经有了吗？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不要用在其他的地方上面，就是要等我们一个一个慢慢去训练。那假设说这个功能推出的话，那我们训练部队的时候就会很快了，不需要等。另外一个反馈是讲水晶科技的部分，它
建议如果那些玩家还没有进入到失落之地里面去的话，就应该保留在自己箱子里面的水晶，不应该自动打开。目前水晶还是会在 KVK 开启的时候自动打开啦。如果有一些玩家他们正在等着移民，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参与 KVK 的话，应该要让他们允许保留上一次 KVK 中获得的水晶。策划回答他们将会考虑做出相应的调整，允许在休假状态的玩家保留他们的水晶，就这样子而已。下一个部分 KVK 的消耗减少，那你们看到这边的表情就知道策划的回答他们并不满意了。首先就是希望减少 T4 和 T5 的资源还有加速消耗，然后提升 KVK 之后的百分比。他这边讲的百分比呢，应该就是讲那个资源的返还百分比，这个我也是同意的。全面大幅度提升奖励，尤其是在征服赛季之后，奖励需要大幅的增加。调整与部队治疗相关的辅助机制，增加野蛮人或者是承载掉落加速道具的数量和等级。下一个就是翻倍采集点能够采集到的资源数量，并且每个采集点同样的等级拿到同样的数目。因为现在我们的游戏情况是木材跟食物是一样的等级一样的数量，但是石头会比较少一点，金币就会更加少，一样的等级但是拿到的金币很少。并且这边还有骂策划他们呢，就讲他们啊，你们一直讲啊要减轻玩家的负担 blah blah blah， 但很少提及到玩家最大的负担就是要被迫去采集资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任务，真是讽刺关于这个部分，我之前去线下聚会的时候也是跟策划讲过，我跟他讲你这个返还也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玩家的问题，你应该要提升那个数量，然后加速要给多一点这个东西。我在1年前就已经跟他们讲过了。这边策划的回答，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也是目前会优先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在考虑推出一个新的商店，那这个商店的名字还没有想到啦，玩家可以在里面兑换治疗药水，又是治疗药水。然后他讲的这个 acclaim 应该是讲威望值还是什么吧。这个商店会限定刷新，没有兑换限额，并且允许玩家直接使用治疗药水治疗部队。具体的实施方案还在计划当中，请敬请期待哦。然后就这样子而已。那他这个药水是需要花加速和资源的吗？还是说它这个药水就有点像之前我们玩的那些剧本这样子，直接用来治疗就可以了？那假设说它直接用来治疗的话，我还可以接受啦，就是不需要花自己的资源加速。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用多少的那个威望值去兑换，这个才是重点。因为最近也是刚出现的那个什么威望值系统啊，我希望是透过那个方式去兑换到的啦。如果你战斗的越多，你就可以拿到越加多的威望值，然后你就可以大幅度的减轻自己的开销，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玩家放那个小丑的符号，难道他们是觉得说这样子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又或者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问题这个答复是个陷阱？那确实也是啦，有时候策划他们回答的一些东西呢，有可能你现在觉得说这样子改动还不错，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令人失望下一个反馈我就觉得有一点逆天了，希望永久 PVE 资源采集王国这个就是给农夫的王国。他认为如果能够创建一个无限数量资源采集的王国会非常棒，可以设置一定的数量王国，或者是让一些王国成为这样子类型的王国。那这些王国只会进行 PVE 的活动，他们永远都不会进入 KVK 的匹配里面，拥有永远开放的上限，就是玩家可以随便移民进入这样子的 KVK 里面移民来这个王国，这种王国是不需要消耗任何的移民令，但可能会受到冷却时间的限制，并且它只是进行采集资源和参与 PVE 的活动。一旦加入这些王国之后，当你准备要移民到其他战斗的王国的时候，应该更加容易获得移民令，或者是享受折扣免费的移民。但是这边我不确定策划他们是看不懂他这个问题还是什么，他这边有一点答非所问的感觉。他们目前正在改进资源采集 PVE 的体验，这边根本没有解决到他这个玩家的想法。但玩家是打算弄一个农夫的王国出来，就是让玩家可以进去里面玩。当然这个反馈在我们听起来呢会有一点像搞笑的吧，你这个是
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啦，有不少的玩家呢，他们确实是希望可以建立这样子的王国啦，就是把那些农夫赶过去。因为有一些玩家他们真的不打架了，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玩这种打架的游戏。下一个反馈是讲 KVK 报名阶段的时候，希望可以增加一个功能，展示各个剧本的时间线、具体的时间，方便对其王国内成员的时间和规划整体策略。当前玩家需要手动截图做表格发消息和对游戏内的数据非常麻烦，尤其是战斗的时间线，因为有一些国王的官员们不得不使用其他的电子表格手动跟踪所有的信息，这样会给管理层带来大量的额外工作。每个赛季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官方他们添加了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他们的压力，减轻管理层的负担。这里策划的回答只是说会根据他的反馈进行修改，具体的版本尚未确定，也是要关注后续的更新公告。那么这边看下来呢，我是真的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了，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实行到的话，应该会蛮好玩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他讲要增加那些商店啊，不管是你 KVK 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增加的商店，又或者是增加治疗药剂的商店之类的。因为通常增加这种商店呢，一般你要么就是花钱，不然就是花宝石啊，或者是你要贡献一些东西才可以去兑换到。不过也是要看他们设计要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在观望。所以这边下半部分呢比较多的是讲 KVK 啊，还有水晶科技的事情啊。上面的部分呢就是讲游戏的操作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游戏内的更新，像报告那些我都觉得都挺好的。整体来说这边比较多的反馈呢，多数都是小丑啦，都是小丑，很多都是小丑，只有少数玩家是认同的。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么这边我还有发现到一个在英文版没有写到的东西啦，因为我去问过了客服里面还有一个是讲建议允许玩家为任意的驻地重置任务，无需要切换拥有该驻地的联盟。那策划的回答是考虑将进行军团内共享，现在就是共享的，所以可能他这边回答了跟没有回答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没有放进这个英文版本里面，那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在中文版有这个部分，并且在中文版呢是没有写到这个农夫王国的部分啊，可能他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来不是这个，又或者是他们不小心编排错了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看中文版跟英文版是有差别的。这些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